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9月6号，今天是星期六啊。今天早上一出门啊，我到这个海边，基本上就没有游客了啊，都是一些常居在这里的人。海边因为这个浪啊已经很大了啊，然后假期也都结束了吧。今天呢，我这个视频呢，还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上海房价的关于投资方面的啊，我们从投资的角度来聊。因为昨天我发了一个视频呢，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网友呢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一些质疑吧。那我呢也就随便聊一聊啊，想怎么说呢我就怎么说。首先呢提一点啊，就是最近啊这个要移民到西班牙来啊，到欧洲来，我真的觉得大家要慎重再慎重啊。因为首先呢，就是这两天你去那个什么小红书啊什么，你会发现国内的已经移民到西班牙的一些人啊，他们做中介就想赚移民的人的钱，对吧？啊，这个当中出现了无数个纠纷，这种互相打官司的啊什么的啊。其实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从一开始我就不去做这种中介啊。说实在的，我对这边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移民的各种渠道、各种就是移民的政策啊，包括对未来政策的一些预测啊，我都觉得我看的还是挺准的。我们自己所有的这些东西全是 DIY 啊，但是我依然不会去做什么移民中介，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就是说把西班牙什么的就吹得像天堂一样，对吧？我一直是实实在在的说什么问题。还有就是这个移民这个事情，我之前也和很多人啊我都说的，还有这个视频里面我也说的，这个是一个人的人生的转折点，是终身的大事啊，真的不能就是为了赚一点小钱去把人家给害了。尤其是有些时候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风险有多大，你还要再去赚人家这个钱啊，这些人真的。但是呢，换句话来讲啊，就是你说那些打官司的人啊，就你真的到了西班牙，你到了欧洲，就你也不可能以国内的那种方式来生活啊。就举个例子，你说你在国内，你什么送外卖啊，什么菜凉一点啊，或者说迟到了，你就要去投诉。你在这边送外卖啊，不是送外卖，快递，快递公司今天不给你来送快递，明天不给你来送快递，这个很正常的。你去投诉都没用啊，所以这个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一种形式。如果你以在国内生活的那种标准，你要到欧洲来，那你就不要来了，你肯定生存不了的啊。当然了，我认为现在啊，这些打官司啊、吵闹的人也好，其实大家都是在气头上啊。但真的要慎重啊，因为未来这个移民的这种可能有重大的改变，重大的改变，真的就这2年政策，你别花了一些钱过来，最后就是你想拿那种什么永居长居的人，对吧？你到最后拿不到了或怎么了，这个你就得不偿失啊。好，我们说今天的正题啊。其实说起这个上海的房价的问题，有网友就说呢，他说啊，有一些网红啊说那个什么梅干菜啊，什么刀割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啊，但可能就是他们是唱衰、看空上海房价的啊，这个也很正常，这个也很正常，因为事实上，没有人知道房价到底能够涨还是跌，也没有人能够控制这个东西
不管是谁啊，只要你看到一个电视上什么专家说这个房子要涨了，然后跟你说一堆道理，全是扯淡。如果他觉得这个房价要涨，那他早就买了就发财了，他还做什么专家跑到电视上来跟你谈这个，对吧？所以没有任何人有一个准确的说预测能够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除非这个人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我来西班牙，我有认识一个中介的朋友，这人中介可是做了好几十年。然后我当时跟他看我说要买一些什么房子什么，他跟我说你现在不能买，他说你现在这个房子，西班牙这个房价很高，很贵他说你要等一等。就他中介做了几十年，这2年涨的他自己都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早就贷款什么他去买了，对吧？他还干嘛要就是那个开那个中介公司呢？他自己手里也有资源早就买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有人能知道房价真实的涨还是跌但是我为什么说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会考虑的是买进，而不是去卖出？因为这个就跟投资理念有关系了。因为现在这个价格，我觉得我买了它是合适的，但是如果我手里有房，我再给它卖掉，我是不合适的。并不是说这个房价它还会就我说它未来一定就保证会涨，对吧？这个不是的。那至于那些唱空上海房价的人有些人他做油管做视频，他总说中国的问题或者说房价要怎么样对吧？这个也是正常的。那有些人他移民了到海外了，生活真的就是不容易，那他想赚这个钱，想去搞点流量说实在的，我觉得就你如果按照他的所在的这种处境，你去分析分析，你就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如果有一天我到了连饭也吃不起了，说不定我也会这么做，我说不定还会去讨饭呢，对吧？这个很正常，就你人到了什么处境，说什么话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看很多这个事情，你要看这个事情的一个本质就像有些人他说这边像天堂一样这么好，那你看看他来了几年之前的那个脸色我们上海人说什么那个腔调，对吧？你看他出国就是来之前几年，或者说他来了之前的几年那个腔调你再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你就知道他在国外到底生活的是好还是不好，对吧？那么他说的这个话当中的含金量，你就能够分析得出来如果这个人他来之前脸色发黑，来了以后油光水滑的，对吧？那么他的生活他的这个说明他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我目前看到的是什么？就比如说之前在西班牙做博主的那个老黑他在西班牙在那个屋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白头发多人的状态那个脸皱得厉害然后整天垂头丧气的，一会儿喊头疼，一会儿什么，是吧？他去了泰国长时间我们不知道，就最近看起来还是像年轻了几岁一样，这个是事实，对吗？大家都可以点开频道去看的。那至于很多人就有些博主，我也认识几个博主讲这种就是对中国的一些时政评论的我也看他，我有时候我就说，我说你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就是讲中国的不好的这个内容，就中国也有一些好的内容他说我这个频道就是讲这个
不好的内容。你要看好的内容，你去看 CCTV 啊。后来他又跟我说，哎呀，他说我其实就是为了要赚钱，我在这上面讲这个好的内容就没有人看了。后来我就理解了，但是我理解他，对吧？因为你说有些人他一大把年纪了，他跑到国外来，可能他也被骗了，或者他怎么样，或者他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不否认，就如果你是一个北大清华，你是硕士，你是哈佛，你是牛津，你在海外读名校，你能有很好的前程，很好的前景，对吧？但是海外、国外、欧美，它也不是说就你一个普通人来了，你来就能够地上铺满了黄金给你捡。那有些人他来了，他怎么办呢？他也要生存，对吧？那么他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赚钱，那么他就会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不会去这么考虑因为什么呢？不是说我这个人有多高尚，或者说有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从投资角度来讲，还是从投资，我们这个视频就是从投资角度来讲。就我如果一直说一些就是我觉得明明不是这样我要这样说的，那对我投资的判断会有问题。这个油管是个小钱，就像有些网友他跑来跟我讲两句什么的，我一看你这个人逻辑有问题，我回都不会回你，我就直接删掉了，以后就别来了，这个频道就你别来看我的频道。为什么呢？因为我花一点点时间就像我昨天在那个论坛是吧，就油管的论坛我也发了一个，就是这两天空在那里做一个小的这个操作$333买的特斯拉，那么现在是300多少，350还是300多少吧，做一个小的操作，赚个几千刀买点咖啡，买2件衣服，对吧？日常零花一下。当然这个不是就是我投资的正确的一种方式因为正确的就现在这种情况我是不会去买特斯拉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也不是做这种短期利益的就做这种很短的短线的。但是呢，就它又到了这个位置，那我空在那里，我又觉得，哎呀，那就买一下吧，对吧？我就赚个零花钱。所以就是时间是很宝贵的取决于你怎么去用。那你说我去跟那些人，去讲一句讲两句，他要有这个时间能赚这个钱，他也不会跟你来瞎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投资这个事情有分歧或者是有意见我们现在已经撇除那些就胡扯的人了，对吧？我们还是讲到就投资逻辑上面来，这个是很正常的。就像很多人他就觉得中国股票不能买，一定是亏钱，一定是骗局。这样的人不要说网上，我们家就有一个我妈妈她就是这样的人。我妈妈炒股炒了几十年老韭菜。她炒这个股票她一直要去埋怨什么全是骗人的什么那个从来不分红什么全是高管自己去套现了，反正就讲一堆埋怨。但埋怨了以后呢，他又要去买，这个是不是就是很符合老韭菜的特性？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如果就影响了心情，你就不要玩了嘛，对不对？你就不要玩了。但是呢他偷偷摸摸的又会买，
买了呢，他一开始也是不说的，他最后到了实在亏的什么，就亏了一半了啊，50%没了啊，开始哎呀忍不住了，因为人嘛，有时候憋在心里面，他就要找一些发泄的途径。但是呢，我做这个中国股票，我一直是赚钱的，奇不奇怪？那么我们家里面就等于有2个观点相反的人，对吧？我跟他说，这个不是中国股票的问题，这个是你投资者的问题。股票就是少数的人赚钱，对吧？我也不是说我比你厉害，但我觉得就是说，可能这个东西我花了更多的时间比你去钻研，就你更多的时间是在什么听小道消息啊，听那些人的什么分析啊，或者说埋怨我更多的时间是在观察，对吧？平和自己的心态。他不信啊，我把我的交易记录全部都给他在面前看，因为我那个交易记录上面很厉害，我就一笔亏损的，其他全是赚钱的。我给他看了，他就把他跟你说，哎呦，夸地马特真的我好久帮侬讲，搿么子不要帮啥么子，就这种所以就是在投资的这种事情上面，一个家里面都会造成这样。我这个绝对不是吹牛你们这些网友，你们如果觉得不相信我可以随时给你们看，我可以发给你们看，对吧？你们如果查出这个是有一点是假的，我送给你100万我说的。但是呢，你们要看，你们也要浪费我时间，对吧？我要求不高，你就打100欧元给我，马上我就发1份给你看，对吧？我就把这个视频录在这儿。如果你发现是假的，我赔你100万。就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去戴一个有色眼镜，把意识形态放在投资里面。当然，美国可以这么做，川普可以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个国家，对吧？他考虑的是他一个国家整体的国民，他国家的未来的一种发展。我们考虑的是个人，我个人能够好，我家庭才会好，我家庭能够好，我国家才会好，对吧？这是西方人的这种思维吧。不是说我们就拼命的要去整天讨论这个那老几样，对吧？什么中国明天要崩溃了，上海明天要暴跌了。那中国崩溃了，上海暴跌了，你也没内容讲了。你明天还有什么视频内容发呢？或者说你还有评论的工作吗？你没有评论员的工作了，对不对？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好吧，所以我觉得上海其实这个和什么就是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执政什么这个没有关系。清朝的时候上海就已经很发展，民国的时候上海也很好，现在上海也很好，未来上海也会好。这个东西就像它不是一个中国人的上海，它已经是了一个整个世界的上海，它是人类的上海。除非整个星球发生了变化，对吧？有些人说中国人口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没错，这个话我也说过。你要说中国整体的房价未来的趋势，那有很多城市可能它达不到就是历史的高位，或者要很长的时间，就是物价要膨胀很多很多很多才能达到历史的高位。那是因为总的人口数量在变少。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理论套到整个星球、整个世界，那整个世界的人口都在越来越少就比起人口高峰的时候，现在的人慢慢的生育都在减少那全世界的房子都会跌。但是纽约、巴黎、东京、上海，对吧？这些地方
甚至你像曼谷啊、斯德哥尔摩，对吧？就这些地方，柏林，太多地方了。这些地方中心的这些城市，它不一定会跌的，对吧？所以说啊，我觉得如果现在这个节点，那我当然会去买进。当然我不会去一定是这么准，现在买进明天就涨，对吧？就像特斯拉，我这两天做了一个小短线，我是333买进的，它最低跌到328，啊，那333买进，大概跌了1天，到了328，然后这两天又涨起来了，等了2-3天吧。所以你不可能，对吧？除非我是神啊，我333买进，立刻就涨到500，对吧？这个没有人会做得到的。就像现在这个价格，我现在买进去，如果上海这个房子能不能赚到钱？我认为放几年可能就会赚钱，对吧？但你说立刻就赚，明天下个月就赚，甚至明年就涨，这个没人知道，真的没人知道啊。还有的网友啊，他说你能在国外买房子，你为什么还要到中国上海去买房子？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国外我说了，你说巴黎也好，你说什么纽约也好，你说东京也好，你说上海也好，在我眼里是一样的，就在我投资的角度上是一样的。就像李嘉诚说的，他说商人的本质就是要盈利，不是搞别的，对吧？就像他撤资的时候，他也是觉得资产要跌了，他要撤资，他要觉得要有盈利了，那他又会 Hola Buenos Dias， 他又会在低的时候又会买回来，他就是商人，他的本质就是盈利，对吧？至于他本职工作以外啊，他赚了钱，他说我去投资点慈善，那又是两码事。但做生意不是慈善，是不带情绪的。那对于上海来讲也是一样的，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那我对上海就了解。我对巴黎，我对纽约，可能我没有那么了解，对吧？你说你买房，一个重资产，花大笔的钱，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包括移民到西班牙的人，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买房被骗了，我被中介骗了，以前被中介骗了或什么的，对吗？这些人，他就是例子，那我就吸取了这些例子，我就不会被骗，啊，我现在的能力，啊，就是投资要分散，对吧？但是我现在的能力，我没有办法，啊，就是说去识别。当然，你说我可以找律师啊，找更好的一些人啊，对吧？去帮我判断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更高成本了，加大成本了，而且有些时候价位也是一个问题。你像比如说西班牙现在的房价，它已经涨得很高了。现在我来买进来就是去接盘，我要是现在再买进来，就算它在涨，它也可能也是在涨那么一点点，因为整体的趋势在这里，啊，整体的，你像欧洲一些北部的地方，像德国什么，这房价都在跌啊，所以整体的趋势在这里，它这里就算在涨，它这个幅度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说它再涨1倍。对吧？所以我买进来，很有可能我就会变成一个接盘的人。那我不如去捡便宜，对吧？我去低价买入别的地方的东西。那就像你比如说国外，你说印度也有好的地方呀，什么新德里，对吧？那个地方我不敢去买，我不懂啊，我不了解那里呀，有可能我去买就被骗了，那你就倒霉了。对吧？中国也有很多卖房的骗局啊，就像我昨天说的，海南有很多那个房子有泡沫，包括有一些房产公司，就像恒大这种买了什么楼也没有，不给人盖了，对吗？但是起码就是像我现在的情况，以我现在对上海的了解，
我不会去碰到这种坑啊，我能够规避啊，反而我能在交易当中去赚到钱啊，对吧？当然这都是假设，不是说我现在真的要去买，我只是说在当前的一个从投资的角度上，我们来分析，好吧？那我今天就先聊到这啊，再见。